大家好，这菠菜撒种经过10天后呢，虽然两侧都已经长出幼苗但是幼苗还小目前是看不出撒播与调播的差别不过呢，这并不是坏事当分不出有何差别时呢，种植方式就更有弹性了，可以选择轻松容易或是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进行种植由于这网式搭设后的感觉很好就让大家再看一次但也或许是自我感觉良好在分享娃娃菜种植的影片时呢，显然还是有人对棚架搭设或是种植方式不满意再次强调一次这只是在分享个人整理环境与分享自然农法实际种植的过程也因为个人有特殊需求是真的不能使用肥料若是有更专业的种法呢，或是认为一定要施肥才行是也没有说不能施肥就采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吧。而如果你觉得地力不足或是习惯于种植过程中进行施肥对于蔬菜呢，采用薄肥多施的方式通常都很适用对于施肥呢，个人倒是不反对只是因为个人有特殊状况外加对土壤肥力靠自然力量回升感觉到很有趣所以呢，才选择这种方式进行种植而使用人工施肥呢，确实可让蔬菜水果生长更为快速自然农法呢，当然也有加速生长的方法只是习惯呢，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相对于生长速度比较的实验呢，还没有做测试自然不敢妄自猜测可行性另外呢，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样的防虫网呢，只是要拿来种低矮的作物对于比较高大的作物呢，建议用粗铁丝搭设防虫网会更适合由于菠菜虫害的影响真的很小不需要动用到网子种在网子内呢，只是顺道测试观察一下网子可以接受菜的高度而已所需进行的照顾呢与管理呢，真的不多因此呢，进行的第一次采收时呢，才顺道也把内部的杂草清理一下。由于菠菜可以多次采收第一次采收时呢，建议摘大片叶子食用就好了。至于可以采收几回呢，这跟大家的习惯与需求有关自家食用的话，就可以采用摘叶的方式若是要送人呢，那就整颗拔起会比较好整理原则上呢，采收个3-4次以上呢，应该是都没问题但菠菜种植呢，要让它长得好除了要避免种在路灯下来防止它提早开花之外呢，种植前呢，最好要把土松一下据个人实测结果它的根系很需要透气因此呢，不要看它的叶片很旺盛就以为很需要浇水浇太多水呢，反而会让土壤变得很紧密对于生长并不有利很多蔬菜喜欢的土壤是微湿但菠菜个人实测后呢，土壤应该要微干燥会更好其实这菠菜长得非常漂亮只是当初呢拍摄的时候大多没有什么日照拍摄时呢采光有点不好不然呢菠菜本人比影片中还漂亮非常多由于这溪地比较高加上有设计成自动浅蔓延走道，所以呢印象中只有一开始播种时把土壤浇透后呢，大约也只有
10天浇一次水的频率啦。毕竟入冬后日照也不强了啦。至于撒播或是调播呢，经过实测后呢，是完全看不出差别调播的唯一好处是，当菠菜长得太细嫩时呢，摘取时会不会把比较细小的菠菜折断而已啦。因为有亲戚想吃菠菜所以就没进行摘叶，而整棵拔起就这样拔掉感觉是很浪费啦。不过当然是还留有后路后院呢，其实也有种但是这个位置非常特别冬天时呢，左侧是完全没有日照右侧大约只有1-2个小时的日照但是右侧的生长速度会比较快因此早就从右侧往左侧开始拔了。这区块的土壤呢，扎扎实实的垫高1块瓦片高度也是很少浇水就是了。接下来又来种一波菠菜这是要当年菜使用的啦。一般的种法依序是先浸泡种子促进发芽的速率松土撒种，再进行覆土呢，最后才是浇水不过既然知道原因那调整种植顺序或方法呢，就更具有弹性了。个人没有浸泡种子的习惯因为工作时间太短了，很容易错过或忘记因此呢，此次种植的顺序是先松土，然后直接把土壤浇透水这种方式呢，可以避免浇水时呢，冲刷种子产生位移，或让种子上的覆土又见光了浇完水呢，才将拌在干土的种子进行撒种撒完种之后呢，进行覆土。由于有高含量的引粪土可以用所以呢，覆土时呢，就采用引粪土进行覆盖覆盖完呢，不再进行浇水会更改这样的顺序是，这样浇水时呢，不用弯腰昔日陶渊明呢，不愿意为5斗米折腰个人若是为了几颗菠菜而蹲下去取水呢，程度上也差别太大了。10天后呢，溪地上除了狗踩过的痕迹生长上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差点忘记提一件事影片片头种的菠菜品种呢，是较耐热的西螺大叶菠菜啦。最近天气冷了不少于是改种怕热的沙拉菠菜啦。如果你连想种年菜呢，或许还赶得上反正今年年假比较长，也不一定得在除夕夜上菜才算年菜嘛。真怕来不及的话，那就种子撒多一点吃细嫩一点的菜呢，也是个折中办法啦。谢谢收看。